Hello， 大家好，我是 Iv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穿的这么正式，是因为今天我想讲的话题和职业有关。之前有小伙伴在留言区里提到，对我的经历和学历很感兴趣。其实我又不是什么大牛，要谈起这个话题，我觉得有一点当之有愧。但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两个在我职业经历中，我觉得起到了很关键性作用的事件，希望对你们有点作用。我目前是做卫生经济学模型的，在药厂里。如果具体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以后会再开一期具体讲做什么。我是在新加坡读的研究生，读的是经济学。当时我的毕业论文做的是行为经济学和赌博，因为当时刚好拿到了一笔资金支持这个赌博的项目。当时新加坡正在修建他们第一所赌博的酒店，刚好赶上了这个热潮，拿到了一笔资金做了这个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我是在新加坡国立读的研究生，在新加坡最好的两所大学就是国立和南洋，而且南洋当时是没有经济学系的，所以我们系出来的学生在新加坡当地找工作是非常容易的。可是我当时投的首先简历就比较少，投了2个咨询公司，投了2个银行，在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一位从法国到新加坡做一个演讲报告的女老师。当时就跟她聊到了我做的方向，她觉得我做的方向很有兴趣，他们研究所估计有一位老师可以和我直接做一个项目，所以当时就留下了我的邮件，之后有跟她有继续联系。其实我当时也申请了2所美国的学校继续深造读博。我自己对当时的想法就是不是很明确，就是任何可能性我都想尝试一下。后来在那个老师的激励下，我也申请了他给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工作。最后在我毕业前，我几乎是同时拿到了3个确定了的方向，一个就是 IBM 咨询公司，那个咨询的那个工作是既可以在国内，我具体忘记了是哪个城市，也可以继续留在新加坡，所以还是比较灵活。再就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读博的全奖，还有就是再到法国做研究员。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不会说任何的法语，可能最多就是1、2句吧，什么 Bonjour 啊 Bonsoir。对我来说，法国是一个非常未知的区域，可是那时候还很年轻嘛，年轻有什么可以损失的呢？所以就接受了来法国工作的这个机会。那也是13年前我来到法国的原因。在法国做研究员的3年，我必须要说，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很多热情，很多兴趣，可是做的越久，就发现我对这个学术圈真的够了。也可能是因为法国本身的原因，怎么说，整个环境就很慢，而且你最大的压力可能就是发文章。像我是做行为经济学的，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设计一个实验，然后再分析数据。分析数据的时候，你又可以发现一些你之前有的设想，有的可以证实，有的不能证实，你再发现那些不能证实是通过什么原因来解释。这对我来说是研究的乐趣。可是这些研究的东西，你最后都是要把它转换成学术论文发表，那才是你整个所有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有时候可能花上多过半年的时间，甚至1年的时间来改一篇你可能1年前就做完的实验。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非常的无趣，而且你可能会面临第1轮的学术期刊把你拒了，你要收回要改，你可能还要继续讨论为什么你这个有缺陷。有很多东西你都是1年前做的了，你还要在那个基础上再改，对我来说难度非常的大。在做研究员第2年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我不想在学术界继续待下去，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所以就让我更好奇的去探索我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比如说把自己规定在某一个盒子里头，他们就不愿意寻找还有什么可能会更适合自己，而是在某一个死路上一直往前奔下去。也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了卫生经济学，当时是帮一个在我们研究所的一个导师做一个评估 WHO 在非洲的艾滋病计划。那个项目对我来说完全是额外的，我之后也没有发表任何的文章，他也只是在他的那个报告里提到了对我的感谢。可是对我来说，在那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卫生经济学的概念和对卫生经济学是如何在不管是政策上和医药公司里起到的作用。所以在我当时在法国的合同是3年，在我合同结束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工作。
找的主要就是 WHO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构组织以及药厂里卫生经济学的职位。所以在那之后我就拿到了一份强生的 offer。对第一份这种工业界的工作你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经验，我必须要说，因为当时他们开出的工资就已经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期，所以我也没有很努力的去跟他们去谈判。如果放到现在，我一定会至少是会谈一下，但是当时我就很欣然的接受了。我唯一谈的就是当时我自己的合同本来就是3年，但是他们签了一个6个月的试用期，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时间非常的长，所以通过跟人力的谈判，最后好像是减到了4个月还是3个月，具体我真的不记得了。当时的比利时的法律是有一个最低标准的试用期，现在在比利时已经被取消了，所以当时我是谈到最低。我不是说对自己不自信说就通过不了试用期，但是我觉得你不知道人家的想法是怎么样，他可能突发了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找些借口在试用期限里头把你开除，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嘛。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唯一谈判。在这个工作初期我也是非常的欣喜，而且因为公司的主要部门是在美国，也突然多了很多去美国的机会。你也知道人生第一次坐商务舱都是在这个公司里出现的，所以有很多欣喜。可是1年之后我就觉得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并不是很开心，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当时的老板。我当时的老板他的 title 是 Vice President， 中文可能就是副总，让一个刚进公司的小职员 Manager level 的直接给 VP report，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是一种好的机制，因为这个公司他们是非常的没有无级别的这种怎么说 matrix organization，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他自己就很忙，而且他对我是真的是很微观管理，很多很细节的事情他都需要了解得很全面，但是他自己掌握很多很宏观的方向啊政策啊，他又不给我讲，所以我只能知道很片面的东西，但是他要我做的东西又很细节，我并不能达到他的那个要求，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宏观的方向，所以我们俩有很多摩擦。所以1年之后我就真的对这个关系很疲惫，我就开始找工作，也很幸运就拿到了一份拜耳的工作，职位和我当时在强生的是一模一样的，工资可能也差不多，只不过我在强生是3年的合同制合同，在拜耳当时给出的是终身制合同。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我当时就觉得好啦，我立马就可以走了，我就非常开心的告诉了我几个很信任的在强生的朋友，也包括我当时的导师。至于说这个导师，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我只是自己觉得可能叫 mentor， 就是说他不用是你的上级，也不用是你的直接工作，但是因为他的资历比你深，他可以给你做一些职业的导向。有很多公司都有很正式的这种导师制度，你可以每个星期或者是隔一个星期聊1次天，谈谈你职业上的焦虑，或者是他可以在你职业规划上做一个指向。我当时的导师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我拿到了一份拜耳的 offer，我准备马上辞职。他当时就问了我一些具体的情况，最后他建议的是我应该继续在强生留下。首先强生从规模上来说比拜耳要大，而且强生对于新进的员工，其实除了我老板，我自己做的总的来说还算不错。而且强生它会让你接触各个不同的药，我当时有做神经学的，是抗抑郁症的，也有做丙肝的，也还有做一些比如说像我现在做的这个免疫系统疾病的，都是当时有一些这种积累。可是我拿到拜耳的那个 offer， 首先药就是非常确定的一个领域，是妇女健康，好像比如说像我记得有避孕药啊，还有荷尔蒙调整啊，但是必须都是处方药。那个导师说你看这个方向就非常的小，他当时也帮我查了一下拜耳在这个妇女健康这部分药里头还有没有其他的潜在的可以上市的药。你就说他可能现在有一些药，但是他如果一直都没有新药的话，那我做的这个事情对公司来说意义就没有很大。你看一个公司，特别是制药公司，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新药，有多少药在做1期实验、2期实验，这样才能看出它的实力。所以当时他看了一圈之后说，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并不是最好的机会，可能你在这里
在强生工作会和你老板继续有摩擦，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对你以后的发展会非常的有帮助，而且你就在这个公司工作了才1年多，你就离职了，没问题，现在拜尔要了你，但是如果以后你还想找其他的工作，所有的人看到你的简历的时候就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在强生做了1年半，你就跳到了一个比强生小这么多规模的拜尔？你可以编出任何理由，但是大家首先想的就是你这个人要么是能力有问题，就你人有问题，在这个公司处得不太好。他说对于你之后的职业规划来说，你至少在一个公司要待2到3年，有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职业经历，这样对你以后的升迁才有更好的帮助。最后就像他跟我提到的，我没有走，我在强生继续待了。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我和我老板的关系还是没有非常好的改善，但是通过我的导师，也通过我自己其他的努力，我也做到了很多自己很有兴趣的项目。我只能把那段不开心的东西放在背后，而且到了我当时合同快结束的时候，强生给了我一份终身合同。虽然我和我老板关系处得一般，但是也同样体现了他对我能力的肯定。就像我之前有一期视频提到的，我最后辞职了，是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一个是跟前老板的关系处得一般，再加上前男友住在巴黎，所以就搬回了法国。在搬回巴黎就真的是很随便的找了一下工作。我在巴黎当时拿到的是一个在医院做卫生经济学的职位。我一想啊，既然在药厂做了，看看如果说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的话，那医院就是乙方，对不对？我就说那可以在乙方那边做一段时间，看一下两边的做模型有什么不同，也可以看看乙方的审批过程。反正当时就是抱这样的想法加入了那个医院。回到了法国才知道，原来法国的一切又是那么的冗长和繁琐。我在法国医院的老板，他人非常的甜，也很 nice， 但是他可能是典型的法国女人的风格，非常的没有组织。他比如说他今天有一个想法说，艾莉，我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子，来我们做。可能过了几天之后，我还在努力做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觉得那个点子怎么样，来，我现在又有一个，来我们来做那个。对我来说3天2头，就是不停的在换，不停的在选定新的研究方向。虽然他人很好，但是这种模式对我来说也不是最好。当时就很清楚，只工作了6个月之后，我就很清楚我还是想回到工业界，所以就开始找新的工作。之后就到了 Sanofi， 讲一个我在疫苗公司做的时候的一个趣闻吧。我想这个事情也对大家的职业规划有一定的帮助。几年前我还在疫苗公司的时候，有猎头给我发消息说，你有没有兴趣找新的工作？我当时就是说，反正就看一下吧。我说你把你的职位描述发给我，让我仔细阅读一下。当时那个职位描述写得非常的清楚，几乎做的事情就和我在疫苗公司做的事情很像，比如说建模呀，然后评估这个产品上市以后对，比如说药效啊，当时用的就是 effectiveness 啊，或者是有害呀，就做的东西和我当时在药厂做的东西是非常的像。可是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公司的描述，当时公司的描述是每年的收益是120亿。我就说天哪，我以前在强生，如果强生是全世界最大的药厂，好像也就是10亿到80亿的收益，120亿的收益，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啊？不可能是药厂，因为最大的药厂就是强生。就因为这个对公司的描述，让我对这家公司有了兴趣。因为我想了想，除了药厂，还有什么样的公司能够做我要做的东西？我就给那个猎头发了一封信说，我对这个职位还蛮有兴趣的，你把具体所有的东西都发给我吧。最后他就把那家公司和更细节的职位描述发给了我。你知道是哪家公司吗？是 Philip Morris。如果大家不知道 Philip Morris，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好像万宝路啊，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烟草品牌都是出自这家公司。当我看到这个是 Philip Morris 的时候，我就说，哦，难怪，原来他们是当时要在全世界上一种新的电子烟，可是现在在欧洲和美国都把电子烟列为像药品一样的产品，他们需要有很严格的审批，而且必须你在上市之后要做跟踪研究。比如说你说你这个因为电子烟对人体伤害比较少，你需要在之后的5年到10年内提供数据来支持你确实对人体伤害比较少。
所以就是像我做的事情，就像药一样的跟踪研究。Philip Morris 在欧洲的总部是在瑞士，你就可以想象他工资非常的高。当时那个中介跟我提到的工资比我在疫苗公司的工资高很多很多，比我现在的工资都还要高。可是我一想到这是要为一家烟草公司做事，可能去了那一行，我整个人生的经历就会完全不同了。这是确实是我想要做的吗？完全不是。难道就是因为他钱多，我就要愿意尝试一下吗？没有，我一点都没有犹豫。所以我没有说我申请了我就一定会得到那个工作，但是我对自己想不想申请都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所以我就很委婉地拒绝了那个猎头，就说因为自己私人的原因，或甚至我跟他说我刚好被提职了，所以我不想申请，就拒绝了。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当时我在里昂认识的一帮朋友，我真的是觉得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我当时那帮朋友如果是欧洲人的话，他们说当然了，他说怎么可能？他们难道没有想到你是在疫苗公司啊？疫苗相对于普通的药来说，利益已经非常的小了。他们怎么会想拉你去一家烟草公司？我当时也有跟几个华人朋友提到，华人就说你是不是傻呀？给你那么多钱就直接去啊，看钱的份上也应该去啊。所以我就发现这个价值观不同，很难聊到一起。再仔细一想，如果我当时去了 Philip Morris， 我可能会一直在反复，我到底做什么？我居然为一家烟草公司，为了提高它的这个电子烟的市场做了这些我认为对人体真的是有害的事情。我也没有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有多高尚，但至少来说，我是真心认为，这些药对提高人们的生活健康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今天讲的只是我人生经历当中几个小的故事，但是我想讲的就是遵循你自己想要的，而不仅仅只是金钱上的需求，你也需要有一些心灵层面上的满足感，这样才会对你的工作有持续保持兴趣，也会让你在工作中不断的充实自己，而不是只是按部就班的做 OK 这就是一份工作，我把它做完了就完了的这种想法。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是对我自己的工作保持着热情，而且我总认为还有新的东西可以学习。还有就是真的是不要为了短期的利益而改变自己长期的职业规划。就像那个拜尔的例子，如果我当时没有跟我那个导师讲，可能我就离开了。也许就像他说的，那个妇女健康的那部分药，当拜尔全部没有新药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一帮人开除了。我重新还是要回到一个找工作的境界。也是因为那次的经验，在我之后的每一次找工作，我首先看一个公司，特别是药厂，你不仅要看它现在有多成功，有什么药，更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新药，有多少新药在做实验。我现在做的这家公司规模非常的小，可是它只有30多个在做测试的药，在动物和人体上做动物实验或者是人体实验。当然我不会说这30多个药就都会成功，但至少来说表明了它的研发实力，对它今后的持续发展。再讲一个就是一个很鸡汤的，是我在看某一本书，我已经忘了是哪本书，公平是给弱者的口号。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做的有点长，但是我想讲的东西还有很多。我面前放着我的 iPad， 写了满满的一整页。我再看看大家对我的留言，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我会继续讲。我还有一个主题想讲，是这1年来我大概面试了30多个人。在这疫情期间，有很多人可能失去了工作，我也想做一期关于如何面试，和如何在面试中表现自己的。如果想要听，请戳留言告诉我，我下一期就做这个关于面试的经历。好啦，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啦，拜了拜。